这边的有一条路叫做陶石路，这条陶石路在路边可以看，越南的文化那些都在这条路的上面。这个所在跟澳洲无啥相共哦。澳洲因为欧盟有签证啊，国家跨国之间呢，你无一定会使发现到。但是这个所在，你就可以发现哦，因为它是不同的国家。我们现在来到了泰缅的边境哦，泰缅边境，寮国跟泰国是有相连在一起的，也就是我前面所讲到的，寮国是东南亚唯一的内陆国，它所有的输出呢都要经过别人引导的土地，这也可能是寮国先天上的劣势哦，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要经过人家家门口，相信掌控你家门口的那个国家，也就是比你还要强大咯。我们现在来到了泰缅边境，是澳洲帮他做的。澳洲的。全长1174米。这是澳大利亚送给那个寮国跟泰国，寮国的兵跟泰国的兵。你会发现到为什么叫做泰缅友谊大桥？这里明明是寮国啊，你打开地图给看的时候呢，你也发觉寮国、泰国本地呢，它的国土非常大的面积呢是两者会，他们不只有金三角地带两者会，其他的地方也有哦。泰缅友谊大桥从这边走过去呢，你就可以到达泰国，也可以到达缅甸哦。这个就是泰缅友谊大桥，跨国之间。国家跟国家之间，它就会带有这种丰富的民族色彩啊。这个也就是我喜欢这种东南亚国家的感觉啊。他们带有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我感觉东南亚这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所以有人讲东南亚好不好玩？当然好玩啊，要看你用什么心态去旅游哦。来到泰国，你看泰国有强烈的自己的民族特色，缅甸、寮国都有哦。所以来到这个国家呢，你不要以为它跟中华文化是像的哦。这个所在它带有自己非常强烈跟自己这个国家的特色，所以这个地方是真的非常值得一游的。
哇，你看那个大型基础建设工程呢，都一直在执行。不要被我们的标题骗哦！我们的标题是写辽国跟缅甸，其实这当中呢，我们因为要飞到缅甸去，对辽国要坐飞机到缅甸无直飞，所以经过越南的河内八卦啦，这个所在做停留了，才飞过，所以顺转咱就加升一个景点，这个就是越南的河内。今嘛看了这家咯，有没有熟悉的感觉啊？对，这里就是车游36古街，这个就是河内最有名的36古街，这好像变成你来到北越一定得游玩的其中一条古街道哦。那这个古街道呢，依然充满着越南式的风格。我个人就觉得泰国、辽国、缅甸有一点仔港，但是呢，越南甲因的完全拢无相同款哦。越南的这个佛教感觉就跟他们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哦。所以泰国、辽国、缅甸3个国家呢，他们的宗教、文化、习俗、文字很多的地方都是相通的，但是呢，越南它就完完全全都没有了啊，间隔就比较开了。那你想想看呢，这几个国家当然也是连在一起啦，所以当时在打越战的时候，我们才前面介绍到，美军呢，他找了呢辽国的人，还有辽国当时的苗族人，那当时越南其他的南越呢，就找了其他人这样子而互相的攻打了起来虽然共产党还是胜利了，但相对之下呢，越南就呈现了另外一种也是曾经被法国殖民过的色彩，再加上越战，再加上越南的一些特色，所以当中南半岛越南它又独树一格出来，它自己越南的风格。虽然它跟泰国、辽国、缅甸是接近的，但我总觉得越南跟这3个国家呢，好像有点扯不上边。它的整个城市的做法、规模还有文化习俗呢，其实跟泰缅辽这3个国家呢，有非常大截然不同的感觉啦。那这36古街呢，可以说是他们人民生活当中的大大小小的百货街、那个采买街一样所以当今来对呢，我们可以看得到越南的特色。越南的特产是什么摩托车，摩托车呢多到一个吓人所以越南的空气无啥好。我都把这些城市你空气拢没盖好啦但伊的高区较好尔，伊的市区呢空气嘛无盖好而且呢，这奥多巴呢，乌白蛇奥多巴这些所在呢，交通绝对就是乱的，这都免讲啊因为摩托车方便大家骑起来会乱钻那36古街也是一样所以36古街足够以来呢，136古街呢，拢是轻轻松松坐这个电瓶车当进来底当家你看风景，绝对无可能讲规架巴士开入来。这古街咯是因以前生活采买的所在，到即嘛可是，所以呢，伊就无法度甲规组呢，车辆入来，拢爱坐当地电瓶车而且有一点但越南的街咯，从头到尾都是听到喇叭的声音这一点呢，你说跟中国大陆像不像？喇叭、摩托车、混乱的交通，它可以说是河内也算不能说河内，算越南的一种特色啦。
游览完15世纪当中的36古街所建成的36古街，我们呢现在呢又来到了环建湖。环建湖呢跟镇国寺呢基本上呢两个呢是合并在一起的嘛。河内的闹区所有商业活动呢拢集中到这个所在，所以36古街、环建湖跟镇国寺呢已经可以算是北越河内最重要的商业地理中心的位置啦。我们现在来到了环建湖，环建湖再走过去也就是镇国寺啦。那在这个地方呢，你就可以感受到另外一个什么中国统治过遗留下来的痕迹，就在越南哦。这边的有一条路叫做陶石路5年前的越南政府对这条路做一个大纪念。就是河内1010年到2010年，就是刚刚好1000年算1000年建度，所以他们5年前做这条路做个大纪念。在这条陶石路在路边可以看越南的文化那些都在这条路的上面。28公里长，河内从头到尾。其实河内就很小，没有那么大。那边有西湖，这边有西湖，但是那边是公湖，我们越南这边是母湖，然后生出来的对面还有个小湖，叫做中白湖，它是西湖的儿子，然后这边的有一棵树，各位知道什么树吗？加东。是啦，为了个菩提啦，菩提树，没错，菩提树，在哪里看到菩提树，各位就知道代表是佛树，对吗？对。但是各位能猜出来这个菩提树大概多少年吗？300。600大。
没到500，700。没到300，不要说350，350就可以睡觉。没到200，250就可以睡觉。这个树没到100年，好像这个树的话，它是64年，我记得好像64年，它以前是印度总统送过来。那为什么呢？因为这棵树的话，它长得比较快，但是木头的软，树比较长得比较快。如果像龙眼树或者红木树、黑檀木那种，像它这么大，要500年以上才长得这么大，因为它木头就很硬，那个这个软的，所以长得比较快。这里是河内的镇国寺，这是越南北越啊，这嘛是北越湖边啊，叫做西湖边啊上界水的古建筑哦。北越啊，这个所在嘛会使讲是每一档啊，任何时阵上吼，加减啊，拢有团体过来，因为北越这个所在真适合咱台湾人来佚佗，有美丽下龙湾啊，也有这个真水的鹿龙湾。包括一叫中越边境啊，个带有一点中国的色彩，镇国寺镇国古寺原称北市6世纪的黎萨开国时所建，西湖旁边可以说是蛮漂亮的一个古建筑，原名叫做安华村。15世纪的时阵呢，改名叫做安国寺。17世纪的时阵呢，到家改变成定国寺啊。即马咱伫北越。也因为从辽国没有直达到我们下一趟要去的缅甸的班机，所以呢我们必须在越南的河内来做一个转机。当然就在这个转机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游览了一下河内，那看看这个河内的比较简单的景色。我们现在启程前往下一趟目的地，这个就是咱这岛主题辽国缅甸的缅甸之旅。到缅甸第一点，咱就要先来了解到缅甸的宗教。我们都知道佛教的中心主旨强调的是不杀生，但很奇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新闻，国际型的新闻，斯里兰卡、缅甸等地呢，常传出了佛教信徒攻击其他信仰民众的问题不管你是斯里兰卡还是缅甸，佛教徒但这两个国家呢，占有多数当地人没受到穆斯林军事威胁的经验，所以呢，这个所在佛教的人口，但这两个国家呢，相对之下呢，是占有8%-90%以上你看缅甸，缅甸是绝对值得你一来的，真的绝对值得你一来。很多人走上台北的缅甸泰缅寮的金三角还不算数真正要进到缅甸来我推荐了缅甸的这个旅游，是因为它带有相当强烈的自己的风土、自己的文化所以呢，我会一直强调说缅甸、辽国真的很适合来一趟居住在这两个国家的伊斯兰教徒非常的少但是呢，为什么在这两个国家呢，在新闻事件当中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当然了，台湾报国际新闻很少，但是你老是在国外可以看得到佛教徒攻击伊斯兰教的这个新闻这是为什么呢？佛教回教冲突的爆点呢，不是特殊事件才引燃在我们以斯里兰卡境内伊斯兰著名的清真寺呢，饮食的传统呢，就常常被认为是两派宗教发生严重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伊斯兰当地的强硬佛教组织呢，就曾经要求禁止伊斯兰的饮食传统。缅甸近来宗教冲突呢，更加严重自称缅甸宾拉登有一个叫做维拉杜维拉多的带领之下呢，曾经呢发动了几次的运动反击的伊斯兰教。但这个运动当中呢，因要求支持抵制穆斯林经营的商店这是什么款的原因会出现这样呢这个当然在佛教世界当中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第一个依照清真寺的认证啊，伊斯兰教法定出的食用品的原料成分加工制造呢，都不能有猪肉不符合教法，受污染，不适合穆斯林用的因得不爱但是呢，激进的行为想法，佛教教义根本上是冲突的，你知不？在佛教的信仰当中呢，更是要求呢打坐冥想，你别使跟人起冲突但是呢，佛教僧侣向来握有大权的，像缅甸或斯里兰卡这个几乎是宗教立国的国家呢，慢慢的就改变了这一切所以呢，在这两个地方呢，就开始出现了宗教的冲突尤其是民主斗士。缅甸的民主斗士是谁？翁山书记他面对到这个宗教冲突呢，更让他呢倍感冲击佛教的思考完全是不同的佛教的教义完全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如何在一个佛教成为一种国家统一相连的这个角色顶管呢，变成了这种模样呢？这个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国家的宗教已经凌驾在这个国家的政治之上了。所以呢，这就很简单了。缅甸境内的佛教僧侣呢，带有政治色彩，政治带有佛教，这个叫做政教已经合一的国家呢，特别容易发生这一种事情这可能是真少人知道记啊，刘忠要奉献，对不对？千人和尚庙，这个我们在辽国已经看到了但是我们现在来到缅甸呢，更是大唱其行千人和尚庙。这个千人和尚庙呢，已经变成了一种观光事业当然呢，你也在看化缘完毕之后呢，还进去顺便拿起来吃那他们化缘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来看看喽。但这个所在千人和尚庙呢，应该换一个方向来讲缅甸的和尚总共有40几万人这个和尚，但缅甸这和尚呢，过中昼都无食所以因中昼顿会食较青草但这个千人和尚庙内底呢，咱会使看到但阴间内底呢，11点左右呢开始供经供经了呢，4面8方来的和尚呢，就排队排足长的他们家呢，大概拢拿一个黑色的钵，出门化缘时的标准配备那店家呢就会乐意的跟你 share， 跟你分享也菜色真厉害有当时在靠外口看连流浪狗都来那穿白色的，这店家可以再看到穿白色的是未满一档的和尚就像迄个见习生学港有白色的，有红色的都我看这更较奇妙更较奇妙大明家呢，可以看到因托钵来的东西呢，捐助饭菜的人呢，来这边施予整个过程呢，其实非常的安静我尤其是来到这边呢，你也看不到观光客的嘈杂的声音餐厅内，因他们带到餐厅之后呢，分阶级这都来讲拢这里头卡上这边是较关级的较关级的会这里对，会这里椅仔顶管这里餐厅外口是年纪较小的和尚无论是你的阶级年纪，所有人拢是甲饭菜放到家己的这个钵内底在肯离开身体较近的所在来用餐那我当下嘛有人关钱肯水果，听讲真侪观光客看因用餐呢，一定真习惯了要是有人围着我用餐，我一定很不习惯你看看这些阿杜仔有没有看到阿杜仔也应该比我们更觉得奇妙连我们自己都觉得很特别的更何况阿杜仔阿杜仔呢，那这更不用讲了来看本后音这附近呢有那个饭他会供应给我们这个特不特别？很特别这其实我们来拍过了好几年前的第一团是我亲自
来念影哈，甲这个婉婷哈今嘛咱再一次来到这边呢，每次来看这个地方，我还是觉得哇，好特别啊！这个千人和尚庙哇，这个简直是已经是一个必来的啦没来这个看千人和尚庙呢，我们还觉得有点特别呢所以这一定爱来下在下10点半错过了歹势，过刚刚来过刚刚来看因食饭啦来看因入来内底食饭来，有没有看到他们开始在吃饭喽？然后呢，这个吃饭呢，大家长幼有序大家轮一圈然后也是一样公菜的这个方式啦公菜的方式位于曼德勒的千人和尚庙，拥有全缅甸最有名的佛学院，缅甸话译为马哈根达雍佛学院今内底所有的建筑物呢，拢是民众捐钱建造的。同时，虔诚的信徒呢，更会自愿到这个回向庙内底呢，这以义工帮忙照顾回向的这个生活上细年纪呢5岁一到呢上尾佮爱做回向你要看这无共有无看得出来无？有人咧会亏心的这就免讲这食饭嘛爱玩你甲看这免讲这一个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错，众乐乐不如独乐。迄个是啥是行一路还是好行你看这个道比较高的那个，这个叫什么道行有没有看到这个是民众民众来这边供奉他参观和尚们的用餐情况，他们已经很习惯了也不太会赶你要是我一定受不了你看我回胸夹吧回胸夹吧，真的这种此等特别的情况呢，我有来到这边我有来到这边才可以呢让你看得到那你看大家呢也知道很容易看得出来，连他的桌子的颜色都没啥写港你看这些虔诚的信徒呢坐在前面呢看着他吃饭，这个吃饭的人被看是什么感觉那看人家吃饭的感觉呢又是什么和尚开餐奇妙，用餐奇妙风俗，哇，很特别。他这里也有缅甸的泼水节4月12到16嘛是西港也泼水节。缅甸人一家伙大大小小会到这个佛塔寺庙念经浴佛，了呢搁伫家都互相泼水感觉有讲无回乡看他吃早午餐brunch 这个好像最新流行的这个早午餐来，小朋友在这边缅甸是小乘佛教的国家，由于靠近印度，保有了佛教草创初期的一些规章跟制度，僧人的生活呢极有规律，规定每天只能吃2餐。其实说真的你若打刚加能等对身体是其实真好的过午不吃，过刚加会使吃，因下在下3、4点就爱起床2顿以外就是读念经念经打理寺院事务呢辛苦的生活呢，摒除七情六欲，达到6根清净的境界不难看见，在缅甸呢，大大小小6根清净，但吃肉大清早呢，便能够看到寺庙列队在街子上到处耀着这个化缘有很多人也会布施我总觉得好奇怪，像这种这么沉迷于宗教的国家或者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好像都不会很进步好像也不会特别的现代化宗教绝对有净化人们心灵的效果，宗教的确也有带人向善的结果，但是深层的沉迷于它是否适合呢？哇，那就很见仁见智了。但是可以知道的是，世界上几个宗教极为强烈的国家，或者是极为统治政教合一的国家呢，通常都没改好
那来到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很多的人呢，肉类食物呢，小乘佛教不排除肉食啊，这大概爱了解点哈。所以大名家吃吧，卜一支粉呢，你莫感觉做奇怪哈，不要以为它是济公啊，那不太一样哈。那这里面呢，甚至有大的厨房，有火头和尚掌管哦，走手拢是俗家人，但是不是回收啦啊。午饭前每一次大家都会看到这个仪式一个跟着一个，高级的在前，初级的在后，缓步前进啊，这个就是一样啊。来看完了之后呢，都已经经过了但是还是想讲啊，小乘佛教呢的袈裟过来种色，泰国的小乘佛教是黄色有无？北部的缅甸是红色哦，无啥相共哦，唔知大家有注意到无？看完浴佛卧佛了，讲浴佛卧佛了，我过来这看到的是公墓这个是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阵亡盟军27000几名的将士建造的公墓。这个所在其实虽然它是亚中会但是这个亚中会呢，讲真的互你会感觉较不遐恐怖，做了真清幽。这顶悬刻的呢，全部拢是战争死亡的士兵的名这就是东西联军公墓那这个也是在这边的一个让大家了解战争历史史实的一个故事啦，让大家可以深刻的了解他多唔知大家有看到无刚刚一闪而过，不是看到啥一闪而过看到的是这个小朋友脸上都涂满了那个黄黄的这个对他们来讲叫做防晒在缅甸跟泰国尤其是缅甸因为天气热他们这个热天的时候天气加热所以你也在看了因弄他们这个面上呢涂上这个黄黄的那个叫做防晒的是一种树木弄下来的那种树粉很奇怪，不是有防晒油吗？这个可能是习俗吧。
的这个公园里面给他走路，走一走，然后给他洗澡，洗完澡把他带过来这边，表演摆在这边，然后下午5点之后，然后他又放走，然后在里面走一走，这样子。白象，你知道吗？在泰国或缅甸呢，寻其一生呢，在找的就是白象哦。这是我吓我一跳哦，这是镜头的错觉哦。我想说这一只象怎么有2个鼻子啊？吓我一跳哈。这个白象园哈，这个白象其实呢，你说它真的是纯白吗？当然不是，而是呢有一点斑白的哦。白象对于这个泰国、缅甸来讲呢，是神圣，代表着国家昌盛、君主圣明啊。在佛寺当中，白象经常跟佛像摆在一起哈，供人家膜拜哈。而它也不是真正的纯白色的哈，而是比较白哦，比较偏白哈，好像是在它的皮肤上面撒了痱子粉一样啊。金色的啦、银白啦哈等肤色的象呢，也都被称为白象啊。那所以呢，白象并不是白色，而是有点这种哇到供了哈，撒上了一些石灰粉、痱子粉的感觉。北丘甚至呢，很多以前他们的国王终其一生呢，都在寻找白象。缅甸到中南半岛，这个所在呢，1996年呢正式对外开放观光哈，但是当时一开放的时阵呢，政局不稳定哈，一直到2011年的时阵呢，军政府正式退出政治舞台之后呢，缅甸才比较算是正式的对外开放啊，尤其是在2012年，翁山书记当选了国会议员之后呢，哇！现在的缅甸呢，更是更多的人呢来到这个地方来观光。缅甸的关山会落雪，缅甸的中部是沙漠气候，所以在缅甸其实呢，南部阳光呢则是热带雨林呢。所以缅甸其实带有很多多种不同的一种地貌啊。全年度最热的月份在4月份，所以因为4月份拢是啥为泼水节。迄个时阵的气温呢，有到40度左右哈。咱来讲江西人遐热，其实呢，现在的台湾呢也不遑多让哈。今嘛台湾的热天呢，哇，也是非常非常吓人哦。说坐公交车的时候自己没有钱嘛，就跟那个司机跟这个收钱的人说，我们今天没有钱，让我坐免费，也可以，也可以。这个地方哦，这是呢嘟嘟车哈，这种嘟嘟车是安怎你知吧哈 ？N 路 QK 哈，只要一拦跳上去不通，可能开始行哈。车上坐满了人哈，有的骑啊，有的挂伫外口安尼哈。N 路上那 Q 起安尼，一路 Q 过吼，所以啊，咱台湾真幸福啊啦，然后真正真幸福啊！你甲看吼，这徛伫边啊吼，这徛伫边啊有的是你 Q 起吼，上来来甲你收钱哦。所以哈，咱不要老是哈，看到哈先进的国家，看到别人比我们高尚哈，我们就好像古阿囝一样，有没有？台湾很多人都是这样哈。目睭看管没看低吼，那看到人家比我们吼稍微落后一点吼，不民主一点吼，我们就看衰人吼。啊，看到比较高档的欧美人士哦，人家高高在上，其实人生来平等啊，哪有分什么哦？好人坏人原本在这世界上就都有了哦。
我们现在经过的是仰光的丁英大桥，1986年10月份，这个大桥开工了。这个桥呢，1993年完工哦。这一个铁路桥哦，它差别在哪边？你知道吗？它最大的特别是这个铁道中国制造的设计建设的，是中国支援缅甸最大的项目之一啊。当时被列为东南亚最大的公铁路两用桥。一路走过来，你的感觉如何？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在淳朴的小镇，在具有特色的国家，世界上好多好多的地方，都还等待着我们去看它。不管它是贫穷，不管它是落后，不管它呈现了什么样的情况，每个国家的文化，每一个的所在，真的都值得我们去探究它。人啊，来到这个世间呢，除了努力工作之外呢，更能够呢开拓我们的心智哦，增长我们的知识。不管你看有看无，不管你有钱无钱，不管你有读册无读册，其实拢不要紧哦。人只要在人生当中，不管你到了哪个年纪，你都知道要一直的去学习，去探究它，人生就会觉得很精彩哦。来到辽国缅甸更是这种感觉哦。还有很多中南半岛的国家值得我们探访哦。来，你看看这边有啊，它这个就是他们的防晒的哦，很特别哈。这些膏药啊，槟榔哈，哇，这个槟榔还加辣煞啊，还是加五香，还是加胡椒哈。在槟榔，听说呢，缅甸哈泰国的槟榔啊，好像比较挂记啊哈，听说啦，听说哈，哇，这个也不知道是包什么东西哈。你看看，这个现在在台湾呢吃槟榔的人已经少了啦，少很多了哈。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是蓬莱仙岛的水中佛寺，它在伊洛瓦底江中，咱必须爱坐船啊，到这个岛顶馆去看。岛边呢，佫会使饲真侪大头鱼啊，有无？头前这个就是蓬莱仙岛的水中佛寺啊，你会使搭这个要坐船啊过这个边啊。买这个花过共享这个合作，献上你上个真心的心意啊！献花礼佛啊！我常觉得心诚则灵啊，而不是在于你捐献了多少钱，更不在于你烧了多少的金子，或是用了多好的香，对吧？人生呢，真的心诚则灵，宗教是洗涤人们心灵的。